对自己的长相满意吗？OK 啊，无所谓啊。你无所谓啊？那在摸什么？在摸刘海啊？睡前闲聊第2集，回答你对 BLW 的100个疑问，开始。耳鸣了。我们家就2个小孩都是 BLW 嘛，所以我们这一次就想说统整大家对 BLW 会有的各种疑问或者是顾虑，来回答大家的所有问题。前几天我就在 IG 上面邀请大家对于 BLW 有任何问题的可以提问。对，没想到收集了100多个问题，我们就收集了100多个问题。这部影片估计要录1个小时。谢谢大家热情参与。什么是 BLW？BLW 就是婴儿主导式离乳 （Baby-led weaning）。白话一点，就是一个婴儿从喝奶到转变成吃固体食物中间这个过程，然后是让婴儿自己主导的。我觉得它的最大特征就是它是不吃副食品的。完全没有粥没有泥这种东西，从一个婴儿他开始吃奶以外的东西，他就是吃原型食物，他就是吃固体的东西。我们刚开始接触 BLW 这个概念，当然是看一些网络的影片，但是我的主要的核心知识是从这本书来的。我觉得这本书很棒的，就是它是从核心的概念、背后的理论基础到实际的操作都有。其实说真的，如果你看了这本书，我觉得这支影片大部分的问题都可以被回答到。那我就先就是帮大家科普一下，那 BLW 最核心的概念就是相信婴儿天生的直觉，也就是他会知道他要吃多要吃少，他要吃什么不吃什么，所以不是靠我们大人去判断的。也就是说，一餐这个婴儿他可能会吃很多，他可能会吃很少，他可能只吃某一种类型的食物，他可能另外一种食物完全不吃。但是我们的预设就是，我们相信他有这个他可以自己决定的能力。跟狗肚子痛去吃草一样。其实我觉得蛮容易理解的，就是以我们大人来说，你也不是每一餐的分量都吃一模一样的嘛，就是你有时候会比较饱，然后你有时候会没那么饿，就它跟你的活动量跟你的那时候的状态都是很有关系的这样。哇，这个人的问题很多耶。所以如果你用 BLW 的话，你会不会偶尔偷喂个几口？不会。被 BLW 养大的小孩有一个特征，就是其实他们不太会被别人喂。就是不太会的意思。就是他们没有这个被喂的能力，很少的时候啦，就是像例如说可能有粥或者是什么，就是那种他手抓不起来的食物，可是你会想说让他尝尝这个味道，你就会想说，那我们拿汤匙给他吃这样子嘛，他就会这样子。然后他就会用手想要去抓那个汤匙，他会想用手自己抓，然后再放到嘴巴里面。对，所以他就是没有这个，他是没有这个被喂的能力的。那当然就是，除非是到例如说1岁以上，他开始知道这个是一个社会性的互动之后，才会有这件事情。就是他们会觉得好玩。所以像黄熙最近2岁多，他就会调皮的时候，他就会叫我喂他。还做不好，可以开始 BLW 吗？不行，开始 BLW 最重要的前提就是他可以坐得稳，通常是会是在6个月左右的时候，就是他已经自己是可以坐直的情况下，才能开始 BLW。他不是有那个5.4的，不能把它这样绑住吗？他就不是自主的啊，就是你的自主是包含他的姿势要自主。OK，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他会有噎到的风险嘛，因为如果他是斜躺的话，他一定要坐直，所以就是你确保这个小孩他是可以完全是坐直的时候，才能开始 BLW。所以 BLW 6个月其实是因为坐的关系啊。对，他只要可以开始做。初期食物如何准备？它都会是手指形状的食物，大概就是跟我们的手指差不多粗，大概是建议是5公分，也就是以小婴儿的手，他们握住一部分之后，还会露出一段的距离。对，因为它握住之后，它还有露出一段，那它就是可以拿来啃、拿来咬的那个地方。补充一个 BLW 的核心概念，就是婴儿到1岁之前，他们都是以喝奶为主食。所以意思就是说，他吃的多或吃的少都不需要去担心。所以也就是说，他吃饭这件事情其实比较是他探索跟玩的时间。所以意思就是说，在1岁之前，你不需要他担心他吃的多或吃的少，因为喝奶就足够是满足他所有他一切需要的营养来源。如果他已经不小心喂泥喂下去的话，转变开始尝试 BLW 有没有什么建议？我觉得 BLW 最大的障碍是父母自己的心态。我觉得如果是一个习惯被喂的小孩，当你突然不喂他之后，他一定会有这个行为转变的过程嘛。但我觉得就跟像我们上次讨论睡眠一样，就是一个习惯跟爸妈睡的小孩，你现在希望让他可以自己睡了，那他当然中间一定会有一个他痛苦的事情，那你也会痛苦的事情。但是如果你真的认同这件事情的话，你就会下定决心做出改变。怎么开始？可以用标点符号吗？
怎么开始女儿在1个礼拜满6个月，好紧张哦。黄西是在6个月的前一周开始 BLW 的，所以你已经可以开始了。就是父母会紧张这件事情，我觉得真的要放宽心。BLW 这件事情，你要享受这个过程，所以父母要尽可能的放松，当做陪玩咯。你相信他的直觉了，所以你相信他有这个能力。再来一个就是你完全不用担心他在这个时间他需要吃饱，你就当做他是在玩。不知道是不是有特别的引导？那我觉得这边可以讲一下，补充一下，就是在6个月 BLW 开始之前，婴儿在4到9个月大的这个期间是他们的免疫黄金期，也就是要尽可能的让他少量多样的尝试各种食物，以至于让他的肠胃系统是尽可能的接触各种不同的食物蛋白酶，以至于让他未来可以比较不容易有过敏反应发生这样子。所以在4到6个月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家是有用汤匙喂的，但是那个喂呢，其实就是超级少量的喂，就是完全只是为了免疫黄金期的因素。比如说南瓜，我就真的是超级少，然后用汤匙就是让他有吃到一点。这样就好了，基本上是吃不进去，基本上是沾一下而已。但是他可能就会混着他的口水，他就会吞下去一点嘛。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训练免疫系统的这件事情，就是它是要少量多样化的，一天我们会让他给他2、3样。然后观察个没什么事情，然后我们再尝试多种。所以其实4到6个月，其实我们家的小孩其实就已经会陆续吃到各种东西，可是都不算是真正的吃，就他比较是融一点点在他的嘴巴里面。但是他从6个月开始，就是他从 BLW 开始，我们就完全停止用汤匙喂这件事情了。他后面一切都是他自己吃进去的，汤匙就收起来，没有再用过了。请问一开始要先从什么开始尝试呢？目前宝宝快满6个月，在想要怎么让宝宝使用 BLW。首先你要开始，我觉得有一个合适的餐椅还蛮重要的。如何挑选一个餐椅，可以参考我们之前的影片，那边里面有讲。再来食物，如果你是问食物种类怎么开始准备的话，那我觉得首先建议从根茎类的蔬菜开始。我觉得顺序大概会是蔬菜、蛋白质跟淀粉，再来是水果。我们家的程序大概是这样。蔬菜是因为呢，就是它是味道我觉得最温和的吧。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蔬菜，它是最容易切成手指形状的。根茎类的红萝卜、白萝卜、地瓜、南瓜、马铃薯，有一些是我们BLW 之后，我们发现这些东西的形状很方便的，就是玉米笋、秋葵，这几个都是我们很常给小孩吃的。这蔬菜的那个过敏也比较低嘛，就是比起淀粉类跟蛋白质嘛，对，过敏比较低。就是通常大部分人也都不会对蔬菜过敏嘛。我对红萝卜有点过敏。所以从蔬菜类开始就是绝对是最安全的。再来一个就是它准备也蛮容易的，但说实在，你蛋白质你要能够切成这个手指的形状，我觉得不是很容易，或者你饭要把它弄成这个形状不是很容易。所以像我们家的话，大概前几周都主要是以蔬菜为主。有一个小诀窍就是给小孩吃之前，你要记得你要确认它不会太烫，冰的是没关系的当然不是结冰，但是冷的是没有关系的。他们不介意，他们其实真的不介意，就是冷的是没有关系的，从冰箱拿出来直接吃也无所谓。对，可是不能烫，他手拿到的时候不能是烫的，当然更不用说就是他放到嘴巴里面，他会怎样？他会烫到，他会吓一跳，有可能会吓一跳。原则就是让他手可以方便拿起来的，所以像例如说马铃薯、南瓜、地瓜这种东西，就是你需要注意一下。例如说你是用蒸的，那你就是不能蒸太软。因为不然它拿起来之后它就变泥了嘛，那个形状就不好了。我觉得用气炸锅也蛮方便的，就是你切成条状，然后或者烤箱烤或者用气炸锅，我觉得都可以比较防止它散掉。其他例如说萝卜啊，或者是玉米笋、秋葵这种就比较不用担心。会建议4个月先开始泥状副食品吗？还是直接等到6个月再开始 BLW？ 不需要给副食品。如果你想要走 BLW 的话，要执行 BLW 的话，还能用喂的吗？不行。请问 BLW 之前怎么开始喂食比较好？就跟你说不行了。如果可以选择的话，我个人不介意。OK， 想了解阿西是第6个月才开始吗？4到6个月之间一样只喝母奶？对，黄西是在满6个月的前一周开始的，因为他那时候就可以做正了。想知道一开始有需要特别把食物煮烂吗？面条之类的也是直接给，要剪断吗？剪短吗？不行煮烂，因为他用手握着吃。刚开始可以剪短，而且会建议给比较粗的面，因为它才可以握得起来。推荐乌龙面，
减短的话也不能短于这个哦，你的前提还是他握住一段，他可以吃一段的。请问宝宝吃完饭兜你们怎么处理呢？之前第一胎好几件饭兜都发霉了，第二胎又开始吃饭了。用洗碗巾洗，洗完之后会用一个干抹布把它压干，然后再拿去晾。发霉就没办法，就拿去丢吧。我们也丢了几件了。像我们那时候在台湾的时候，真的没办法。即使有时候在澳洲，说实在，你有时候忘记晾或者什么的，或者它有一些皱褶的地方，使用量太大了，没办法。对，味道一定不是很好的啦。对，所以通常我们大概就是2-3件轮流用，然后用一阵子就丢掉。对，就一直淘汰。餐饮一定要买这么高的吗？选餐饮的考量是他的视线要跟我们大人一样，因为他是家里的一份子。你们都不会害怕小孩被噎到吗？妈妈好想给小孩 BLW， 但很害怕小孩噎到。就噎到是你有时候东西吃进去之后，你会这样子，然后会吐出来。婴儿本身他就有这个能力，就是当他吃进去东西的时候，他自己就会吐出来。然后首先婴儿他的这个吃到多深，他会想要吐的这个位置呢，婴儿是比较前面的，意思就是说，对我们大人来说，我们可能就会以为要吃到很后面，我们才会想要吐。但是对他们来说，其实他们可能吃到中间的时候，他们就会想要吐出来了。所以当你发现婴儿在吐的时候，其实他离他的气管都还有一段距离，就是不用太紧张，不用太担心婴儿会噎到。就是人类的设计就是这样，就是在他练习进食的时候，他是可以安全的练习这件事情。再来一个就是，当我们大人用汤匙喂的时候，其实反而是把食物直接送到嘴巴比较里面的地方的。反而你喂副食品的时候，可能甚至你呛到的几率是比较高的。反而他自己在那边吃，他是从前面开始吃进去的。其实他自己会慢慢控制他什么时候他要停。对，那像我们家2个小孩，大概都是6个月开始到7个月，就是他们刚开始吃的第1个月的时候，3餐加起来，他可能会有个1-2次，就是他会这样子把东西吐出来，就跟我们吃太大口是一模一样的动作。就是那时候6个月到7个月期间，可能就是有个2-3次吧，就是他们塞太多，所以他们需要我们帮他们挖出来。因为他自己没有吐出来的能力，所以他就会哭。但他也不是呛到，他就是哭，就是卡住，食物卡住，然后就这样子而已。当时无法成功执行 BLW 是怕小孩还没长牙容易噎到，所以失败。关于这点不知道要怎么克服。没长牙容易噎到，所以不会咬。但是其实就是他们有牙龈啊。其实婴儿的牙龈是很有力的，你有被咬过就知道了。就是你食物需要煮到一个适中的软度。请问父母要如何克服孩子噎到的恐惧以及应对的方式？谢谢。像我自己，我觉得我看了那本书，他讲了我刚刚前面的那几个点，就是他真的是很客观的事实之后，我就觉得我就没有这种担心。我是有意识的去复习哈姆立克法，如果真的有什么万一的话，我会知道我要怎么处理这件事情。虽然即使这件事情发生的几率非常低，但是因为我觉得好，就是如果他真的万一真的怎么样的话，我是可以处理的。我觉得我们家选择 BLW 一个很大的前提，就是因为其实你虽然想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多担心，但是你执行之后，你就觉得其实真的是很轻松，而且你真的就觉得非常自然就是你们大人在吃饭，然后小孩就是也在吃饭。其实他就是跟小孩会先坐，然后再会爬，再会走路是一样的意思啊。对，他就是会慢慢会，他就是很正常的发展里程。对，所以他也不需要你教，你就只是提供他这个环境。不然你如果都是一直喂他，你怎么会期待他有一天他突然自己会吃饭呢？就是你怎么会期待他突然他可以吃得很好，然后他都不会噎到？对啊，所以不太合理，对不对？很有道理哦。对，先看书，解决我心中的疑问，就放手去尝试就好了。BLW 有食物呛到过的经验吗？没有呛到过。第一口 BLW 怎么吃？除了他是坐得正之外，就是当你开始发现他会想要伸手去拿桌上的食物，就是他开始已经对于食物有兴趣的时候，你就可以开始了。然后你就是把它放在他的椅子上面，然后把食物放在前面，他自己手就会抓起来，他就会吃了。对，一开始会担心他噎到吗？不会。BLW 一开始的时候是直接试3餐吗？还是事先1天1餐？直接3餐。很好的问题耶。对，因为 BLW 的目的其实就是让他跟着家里的作息嘛。大人坐在餐桌上，他也坐在餐桌上。副食品跟奶的规划，何时取代1餐奶
2餐奶到最后3餐。1岁以前，你都要把喝奶当做它的主要营养来源。坐在餐桌上跟着我们吃，其实不需要让它很饱。虽然说像我们家的经验，就是大概到他8、9个月，就是他已经很上手这件事情的时候，当然他会吃的变多，然后奶量就会减少，他奶量就会自然减少，所以其实就只是这样。但是从6个月那时候开始的时候，你喝奶是完全不需要做任何调整的，因为其实他虽然也坐在那边，他也在那边玩，其实他真的没吃到多少东西，但是他自然而然就是你就会知道哦，他喝奶的量就会开始慢慢减少。1个月前吧，就是我们那时候有发现弟弟不需要喝那么多奶了，他喝奶之后就会变得有一点影响他吃饭的状态。后来我们就是又在慢慢又减少了1餐奶，后来又发现其实这样也还 OK， 就一直观察啦。那还保留起床跟睡前奶吗？所以像弟弟现在他快要1岁嘛，10个月开始他们吃3餐的食物都算是吃的很多了，蛮吃得饱的那种量。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就是他早上起床开始，然后就是每4个小时会喝1次，早上7点喝完，8点吃早餐，11点的时候喝第2次奶，12点的时候吃午餐，3点的时候喝1次奶，6点的时候吃晚餐，8点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再喝最后1次奶。其实是 easy 的作息啊。对，就是每4个小时1次，然后到现在呢，就是我们进行到第2阶段，就是他 BLW 已经吃的蛮多的，然后他喝奶没有那么多了，所以弟弟我们现在换成的就是先吃饭再喝奶，饭后1小时喝奶。那就是看他什么时候睡醒，然后我们什么时候吃完早餐。早餐、午餐都是饭后1小时，对。然后晚餐吃完之后，那就是睡前喝。想知道肉类海鲜怎么给？家里宝宝跟黄爷一样大，谢谢。我们刚刚前面讲过蔬菜了嘛，蛋白质就是第2步。肉类跟海鲜的话，最刚开始我们觉得还不错的就是鸡胸肉，就是逆纹切成长片，就是一样是好拿的。再来就是鱼肉，比较大块的那种鱼肉，像例如说鲑鱼，它会有一圈一圈的嘛，你就是挑比较大圈的这种，或者是像有一些白肉的鱼，就是它是可以用成鱼块的哦。还有虾子，但是因为通常虾子都蛮硬的，所以以我们家小孩来说，吃好玩的，他们不吃的话，我们会觉得很浪费。我会勉强吃下去啊。对，但我就觉得他自己可以发挥创意啦，讲一些它可以变成手指形状的东西，都可以拿来吃啊。土托鱼羹，我家2宝现在倾向东西抓手上，但嘴巴嘟过来也要人喂，这样究竟是喂还是不喂呢？好可爱的感觉哦。如果你是贯彻 BLW 的话，那就是没有要喂啊。其实你也不担心他有没有吃饱嘛。那有可能就是你手上的东西他觉得比较好吃，他自己手上的东西他觉得不好吃哦。那这有可能有可能。对，那我觉得这样可以补充一下，就是我们家 BLW 的，当然前期啦，因为我刚刚讲比较容易入门的食物嘛，所以那些就会比较会是他会有他自己的一份餐。8个月开始吧，就会是从我们桌上我们煮的食材里面选他可以吃的。那我自己那时候从黄熙小时候开始，我的一餐我大概都是抓5样东西，再加1、2样水果，真均衡。就我只是想要确保说它会有足够的选项可以选他要吃的，对，所以可能就是1种淀粉类，然后再加4种蔬菜加蛋白质，然后水果可能就是再加1个或2个，这5个东西我会同时放1个在桌上，他就可以观察他想要哪一个东西，然后他那一样吃完之后，我才会再补下一个。但是呢，我会补到他完全不吃为止，所以我准备的分量一定是超过的，就是他不会有他吃完某一个东西之后没有了，就尽量避免这个状况。如果他只吃那个东西，他不吃其他东西，我们也完全不会有任何反应，我们就是完全尊重他，所以我们也不会跟他说什么，你怎么吃，你怎么不吃这个？那你先吃完这个，我再给你吃这个哦，完全不会有这种事情。2岁以后再做这件事就好了。对，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如果他乱丢，如果他弄掉，如果他弄得一团乱，如果他嘴巴上面这边全部都是东西，然后衣服上面都是东西的话，我们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反应，也不用一直帮他擦，也不用一直帮他擦。对，应该说不要擦，除非是进鼻孔，除非进鼻孔，不然就是他嘴巴这样子，然后手这样，然后衣服上面都是，桌子上面都是，你就是让他玩，你就想让他在玩泥巴、玩沙，顶多去洗澡嘛。对，就是不要干预他探索这件事情。就是你吃饭也不会一直有人在旁边插你嘴一样。BLW 食物刚开始尝试，有食物种类顺序的建议吗？推荐蔬菜，再来就是蛋白质跟淀粉，最后是水果。所以从水果到最后吃，因为水果比较甜。水果是很容易喜欢上的东西，然后并且水果通常是味道比较强烈的，所以蔬菜为什么最先？因为蔬菜吃起来是最清淡的，就其实你也是在养它的味觉嘛。水果通常就是我们的绝招，其实就是跟大人吃饭的顺序是一样的，就是你也不会刚开始你就先吃水果吧。
我们家让小孩开始吃水果之后，他们一定就会很爱嘛。黄熙又是非常执着的小孩，所以刚开始我们切好水果之后，我们会藏起来，因为他看到之后他就要吃。我们先放在冰箱里。对，所以我才说那五样里面我是没有包含水果的。吃面条一开始就是用手抓吗？对，1岁半之前都还是倾向用手比较多。意大利面的话，你也可以用螺旋面或是笔管面。想问，平常小块吃得很好，但食物没切小，比如肉很长整块塞入，然后整口吐出，该怎么解？没关系啊，像小孩，例如说他们要吃牛肉的时候，因为牛肉都是比较硬的嘛，其实他在那边漱的时候，其实他就会吸进一些营养价值了，所以你不用等到他一定要整块像我们这样子咬烂吞进去，然后再来就是他就知道这个味道，这样就可以了。吸盐吃饭会配奶吗？我们宝宝吃完还要喝大概150，1个月左右。OK 啊。很棒啊！我们家的弟弟吃完是配180，到底该一次给一样，还是一次给3、4种食物，让他自己决定呢？我是一次给5样，但是各一个，吃完那个就再补下一个，自助餐的概念。BLW 比较难吃粥和酪梨泥类食物，那就先不用吃啊，没关系啊。酪梨不用泥啊，酪梨就是不要那种太熟的，就是它已经熟了，但是你不要是熟到烂的，切片就可以啦。酪梨一样是可以切成像手指。我们家小孩都喜欢哦。对，我们家小孩都很喜欢吃酪梨。我是还好。粥这种的，我觉得我确实有想过这件事情，因为我自己是蛮喜欢吃皮蛋瘦肉粥这种的，但是在他们开始用餐具之前，他们就真的没有在吃。但是他们可以吃白饭。可以分享一些你们喜欢的食谱吗？ BLW friendly 又适合全家一起吃的面条啊。馒头，因为馒头是很容易可以切成那个长条状的嘛。地瓜，其实我觉得面就很棒啊，因为我们就可以吃汤面或是干面，但是那个白面就捞出来，他们就自己吃，就吃白面。白饭这种确实是要比较后期一点，因为白饭很碎嘛。再来就是白饭收拾还蛮烦的。寿司。因为寿司有海苔，可以把饭卷成一坨，而且因为寿司米是黏的，所以它是可以一口一口这样吃，不会散到处都是的。想请问你们什么时候开始让小朋友吃有调味的食物呢？基本上1岁之前我都会过水。如果是我们自己准备的，专门例如说为弟弟准备的，那他的东西就是不会调味的。但是像例如说我们吃外食，或者是我们去别人家，或者是有时候单纯就只是，例如说我们是我们那天晚上是吃1锅汤面，那我有时候我就不会另外帮他煮，但是我就会过水。对于大人家婴儿 BLW 备餐，有什么提案和建议吗？谢谢。BLW 对我们家有一个还蛮正向的影响，就是我们家变成吃蛮多原型食物的。对，然后而且你的口味会越来越清淡，因为你真的会发现买外食真的很多他们都吃不了，而且他们吃不了，你还在另外帮他们准备，那就干脆就是我们就是买大家可以吃的东西这样好了。虽然我们家本来就吃的算偏清淡，就是我煮的本来就偏清淡，但是确实我觉得从开始 BLW 之后，我们有更重视营养均衡跟吃原型食物这件事，它确实有改变我们的饮食习惯。主要是准备什么样的食材呢？烹煮方式呢？最常见的就是蒸跟水煮嘛，但像水煮其实还蛮容易煮烂的，所以我个人还蛮推荐气炸锅的或烤箱。反正至少就是不会用煎的啦。宝宝吃会怎么办？要继续还是这个食物先暂停？就是需要先判断它是噎到还是呛到嘛。然后是不是你这个食物太硬了呢？什么情况下可以进阶比较硬的食物？例如大块一点的肉，大家都很想给小孩吃大块的肉弟弟现在快要1岁，我们基本上给他的都是肉，也都不会超过1根手指头的这种大小。但是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判断，就是说他有没有想吃嘞。像弟弟就是，如果我们现在给他吃牛排，我们会切片，就一样是大概是这样子的长度，但是是切片。弟弟他就是还蛮喜欢啃骨头的嘛，当然我们会避免就是有那种小碎骨的那种。其实现在也会给弟弟排骨，我们也会给他鸡脚。就是鸡脚的后面的那一段，然后鸡翅也会，所以其实你就是到了后期，你自己会发现，你给它越来越多种的东西，它其实都可以克服。请问最好是给条状物吗？5公分的长条状的食物。请问叶菜类的蔬菜也是不剪断直接给吗？如果一直都不太吃蔬菜怎么办？就一样是手指长啊，一直都不吃哦，给别种蔬菜啊。我觉得说实在，我觉得叶菜类确实难一点，因为叶菜类它的叶子本身都是烂烂的嘛，无法否认，就是它其实确实还蛮不吸引人的。像 BLW 早期的话，我就会给他们那个，例如说青江菜、白菜这种，我就会给菜梗中间，就是比较是硬的那个部分这样子。然后再来就是提供各种不同的蔬菜，像我们家小孩也会吃可能芋头啊、
莲藕啊、玉米笋、秋葵、茄子。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的学习，就是 BLW 一阵子之后，你就会一直拓展你会吃的东西的范围，像后来什么山药啊什么之类，其实都可以。那我觉得你就不用拘泥于绿色蔬菜或是叶菜类这种东西，花椰菜也很好，绿色花椰菜跟白色花椰菜一根一根的这样，你看拿着像棒棒糖，这个也超方便的。练做的方式和频率，打坐吗？不用吧，就顺着它的发展历程啊。4到6个月那时候喂很少量食物的那时候，因为他们还不能做起来嘛，但我们的餐饮是可以协糖的，不会呛到的那种啊。想请问食材的准备、清理、外出怎么带食物？就是我们就会切各种东西，然后放在一盘，然后拿去蒸，或者是拿去气炸，然后呢，我们就会把它分类装在保鲜盒里面，然后可能就是那2天会吃完。如果你中间有一餐要外食，那你就是从那一盒里面各自的3、4根、3、4根、3、4根，拿你对它理解的那个量啦。对，然后放在它的小便当盒。然后如果外食也有可能也会有一些东西是它可以吃的嘛，通常都会，所以我就会过水，然后就给它吃，那它的种类就会更多。如果吃到一半，怎么判断是噎到还是反刍？怎么判断噎到跟呛到吧？反刍，脸色吧，看脸色吧。想请问怎么开始，怎么清理？如果在家里的话，那当然就是坐上去，然后带围兜放食物嘛，放饭，然后吃完之后呢，我们家有狗嘛，所以掉到地上的东西狗会吃掉，吃到一个程度，它们吃好了，它们就会叫，所以呢，你就会知道哦，它吃好了，然后之后你就可以把它拔起来拿去洗手。然后剩下就是再把桌上跟围兜拿去洗。那如果是在外面的话呢，他们都会摸得到处都是，所以我们会带酒精的湿纸巾跟湿纸巾，把就是外面的那种儿童餐椅或者是他所有会接触到的台面，就是我们都会擦干净。如果他在中间他食物弄出去了，他再拿回来吃，就是我们中间我们也不用担心这件事情，这样，所以我们前期会花比较多准备的时间。那一样吃完就是把它拿去洗手。外面吃的有一个麻烦就是地上没有狗，所以你就大人需要下去捡。有洁癖的我，有时候真的擦得很烦躁，想用养生胶带，哈哈哈。养生胶带到底是什么东西啊？然后小孩常吃2口就要把围兜扯掉，已经换了3种不同的材质的围兜了，他都不要，猫阿姨哭。可以不要穿衣服啊。黄溪那时候我们真的有试过不要穿衣服，其实很方便啊。但是他后来就是我们换成比较轻便的围兜之后，他其实后来就没有排斥了啦。像黄溪，因为他是偏比较瘦小一点的身形，所以他很不喜欢矽胶，因为矽胶对他来说很重，所以他的一定都是用很轻薄的那种的。那有洁癖怎么办？我自己来说，我就觉得反正就只要都可以恢复成原状的话，我就觉得没有什么好担心的。重点是小孩吃得很开心啊，吃得很快乐啊，他长得很健康啊。我觉得还有一个过程就是，那不是很值得吗？我觉得还有一个点就是，我们自己在吃饭的那个过程，我们自己也是开心的。所以对我们来说，其实它比干净还重要。说真的 ，BLW 花费的体力是蛮多的，因为你真的会花很多时间在打扫，比起喂食，就是你真的会花很多时间在收拾这件事情。说真的，蛮多的，但是我觉得很值得。请问未满1岁外食通常建议哪些餐厅？谢谢。日式餐厅。日式餐厅很棒，最棒了。日式餐厅通常调味都会比较少嘛，再来就是日式餐厅会有像乌龙面这种选择，然后会有荞麦面，就是它是完全没有调味的嘛。寿司比较不推荐的呢，就是美式的泰式。其实印度也不错，因为印度的话它会有饼。中式的其实我觉得没有到很推荐，确实像我们外食，我们到现在，我外食我要去一间餐厅，我都会先看菜单。就是我会先确保它有哪些东西是可以吃的，以至于我可以决定我要从家里带多少食物出去。不一定是直接是那一道料理它可不可以吃，而是有那个料理里面有什么东西它是可以拆出来给他吃的这样。对，比如说中式的好了，它会有水饺，其实水饺就是个蛮不错的，因为水饺同时又有淀粉又有肉，就是它可以拆成2样东西嘛。我觉得炒饭就是一个 BLW 小孩来说很不友善的一个，就完全无法。但是如果是汤面的话，其实还不错，因为汤面的话就是它又有面，假设是牛肉面，它又有番茄，然后又有肉，那其实这就已经有3样了。那你可能就是变成自己，你只要带2样东西就好了。方便快速清理的方法，还是如何事前准备的用品可以帮助清洁？湿纸巾。我觉得吸盘围兜，非常必备，就是可以看我们围兜的那支影片。我们家到现在都还是用那个吸盘围兜，因为它完全可以接住
中间这个东西，可以接触大部分的。而且我觉得它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因为外出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是用 IKEA 的那个白色的餐椅，对，然后吸盘围兜它可以吸在两边侧面跟前面，所以即使那个餐厅它没有附一个餐盘，但是那个吸盘围兜还是可以这样运作。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台湾的时候很常用的，就是如果外食或是长途比较多天的旅行不方便洗围兜的时候，我们会带抛弃式的围兜，然后那个围兜它是有双面胶的，就也可以去看那支影片，减少很多旅行的负担的一个还蛮不错的东西，但就是比较不环保，但是真的很方便。湿巾是很必备的，就是如果你要清洁的话，其实湿巾就可以把路上东西这样子快速的拉一拉，然后就可以捡起来这样子，然后地上东西也是可以这样很容易的清洁干净。我们做法是，就是因为小孩在吃的时候，就是一方面你需要给他东西，所以你有时候手也会弄脏嘛，所以我们就会拿来一个擦，然后他们吃完之后也会拿来擦。那时候那个湿巾我们会留下来，最后拿来捡地板的东西。我觉得有个特别可以讲的，就是我真的觉得爸妈们，就是如果我们带小孩去餐厅吃饭，吃完真的请大家一定要把小孩弄乱的地方都收拾干净，因为我觉得这是身为家长很基本的道德。其实对餐厅来说，它真的没有必要收拾我们的这些餐具嘛，所以我就觉得我会至少把它收拾到，就是恢复成一个像是一般用餐之后的结果。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擦得更干净，就是我走的时候比我来的时候还更干净。而且因为我们餐饮都会擦过嘛，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变成一个更受欢迎的族群。出门在外就先放弃这个模式吗？没有，放弃餐厅吧。确实会放弃一些餐厅。我觉得补充一个，我觉得外出很推荐的餐厅，火锅店。最推荐火锅店，对，太久没有吃火锅了，对，超级推荐火锅店的，因为你就是把所有东西拿下去水煮，那就是它完全所有可以吃的东西，你就点昆布汤底，你连过水都不用过水了。请问天哪，外食的话也会让孩子们 BLW 吗？总是很担心弄脏餐厅环境的妈妈，收拾好就好了。吃完之后，你就是拿那个湿巾把它擦爆。那我觉得其实，在台湾的人都蛮友善的。台湾真的就是，当他看你在那边擦的时候，然后那个服务生都会跑来跟你说：“啊，没关系，没关系，我们来收拾就好。”澳洲这边就默默的等你收完，其实是互相嘛，就是多花个5分钟收拾。对，其实真的没有这么真的没有这么难收拾。我觉得会习惯这件事情。然后如果可能的话，我还尽量把那个垃圾包的好好的，而且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包的那些垃圾，你千万不要放进人家的餐盘里面，就是默默放在旁边，用卫生纸包起来。或是如果有垃圾桶，会直接拿去垃圾桶丢。想问一下，是否需要先学习婴儿异物梗塞急救处理，俗称 CPR 吗？哈姆立克哦，不是，CPR 是心肺复苏术。其实我觉得不只是 BLW 啊，其实如果你家有幼儿的话，我都蛮建议学一下的。出门要怎么准备 BLW？ 还有想问不适合吃的食物有哪些？切的方式怎么保存？安全考量的话，1岁以前就是绝对不能吃蜂蜜嘛，然后再来就是不吃硬的坚果，就是整颗坚果，花生啊、核桃啊这种的。可能到接近1岁以前，我们是会给小孩吃那种真的很软的花生的，可能用舌头顶上颚就会软掉的那种，就是路边的那种卡车会卖的那个。怎么保存食物哦？冰在冰箱里面，当然大概就是2天内会吃完。小朋友挑食不吃蔬菜怎么办？他如果不吃某种蔬菜的话，那我们就是尽量提供别种，就提供别种了。不爱吃菜会挑掉，该怎么处理？因为小孩他们可能会根据他们成长的速度啊，或者是他们的不同阶段，他们会特别吃很多某一类的东西。例如说像我们家小朋友就明显的就是可能有一阵子会很喜欢吃水果，有一阵子是很喜欢吃番茄，有一阵是很喜欢吃淀粉这种的。那我们就是选择相信他。没兴趣的东西会往地上丢，请问你们有遇过吗？其实我是觉得不用把丢食物这个事情看得好像是跟那个食物的喜好有关系一样。像弟弟有一个很讨厌的行为，就是弟弟就是他这个餐盘在这里，他就这样子然后那个食物就会全部这样子。对，会在吃饭的时候练习无影手，然后他的东西就会分得到处都是。DJ 是不是？但是他也不是不喜欢吃，他就是吃一次突然突发奇想这样。他往往都吃，他吃到中间的时候，他没有那么饿的时候，他就会开始这样子玩。啊、就是我觉得当然你需要分辨一下他到底他的目的是什么，这样。就是如果他只是在玩的话，就我们刚刚讲到1岁以前，就是你就把吃饭这件事当做是他在玩，所以其实你不需要特别介意这件事情。但是如果他当然他是有刻意的做某件事，例如说对拿那个东西
砸你，或者是他一直把东西丢在地上，然后是为了期待你的某种回应，或者是什么，就表示他已经算是被养成这个习惯了的话，那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需要被处理的这样。但是我们家一直以来都有一个习惯，就是他们掉到地上的东西，我们就会捡回来放到他的餐盘里面。对，继续吃。所以没有你不喜欢这个东西就从你盘子消失的这种事情。我指的是在1岁以前，他还没有这个主观的意识，知道说他要操控这件事情，就是他不吃就是放在餐盘里咯。可是因为说实在，就是他放在他餐盘里面，他不吃也没有任何人会逼他，没有任何人会给他压力，所以其实他没有必要把他从这个餐盘里面拿走。就是例如说今天我给他5样东西，他4样都不吃，他只吃那一样，我们也不会因为他不吃那4样，我们完全不会说任何话，我只会就是他吃完那一样，我就会再给他，我就会再给他。所以我觉得是这种，其实他如果没有压力的话，其实他没有必要刻意的去反抗这件事情吧。所以可能你给他的压力对于只吃2口就开始玩食物，要怎么调试心情？他可能吃太饱了吧，他可能喝奶喝太饱了。对，我觉得有一个可能是跟他喝奶的作息有关，当然也有可能跟他有没有吃点心有关嘛。就一个是本身是正餐的时间他有没有饿，再来一个就是如果他是月龄还比较小，6到8、6到9个月之间的话，那其实本来就是以喝奶为主，所以不用太在意。玩植物很好啊，感觉统合刺激一下。像那时候我们2个小孩，我觉得都是从他们开始 BLW 开始，我们都觉得他们变得超会用手的，就是他们的手指的控制能力，然后他们抓的这个力道的能力，手眼协调，我都觉得进步超快的。鸡会挑食吗？有没有厌食过？会不会吃得好不喝奶？那不是很好吗 ？BLW 不就是这个意思？对啊，就是他让他主导离乳啊。鸡会挑食吗？我觉得其实，在我们的那个观点当中，没有挑食这个概念，就是我们不会觉得小孩不吃什么。可能在某些人的眼中会觉得他是挑食。可能以前长辈就告诉你说不可以挑食，不可以挑食，就好像变成就是你餐盘上的所有东西，你要全部吃完才叫不挑食。但是我觉得目前对于黄希来说，他没有我们鼓励他吃他完全不吃的东西。但是当然就是他会有他比较明显的偏好，但我觉得就跟大人一样，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特别的。然后我觉得只要大方向抓，就是例如说蔬菜类他会吃某一些，然后蛋白质他会吃某一些，淀粉他会吃某一些，水果他会吃某一些，我觉得就没有什么好担心的。像黄希就蛮像在吃素的，黄希就是很喜欢吃饭跟面，然后蔬菜水果，但是他的蛋白质就是喜欢吃豆腐啊，比较特定豆类，毛豆。豆腐他很喜欢。对啊，但是基本上是什么鸡肉、牛肉、羊肉他都吃一口就不吃了。鸡翅他会吃，然后现在最近会吃鸡爪嘛？确实，我觉得牛肉、猪肉、羊肉这种印象中会觉得比较正式的肉类，其实他真的都吃很少。所以后来我的做法就是我会给他很多植物的蛋白质。但我们是觉得还好，因为他也还会喝奶嘛，他会喝很多牛奶，对，然后他会吃起司，所以我就觉得那没有什么好担心。对，所以你看像黄希这样，他都可以把自己养得胖胖的，所以没惊啦。宝宝之前才喂食，最近让他自主进食，但1个月了拿到食物不是丢就是咬几口吐掉，怎么办？那我觉得就是他在学习这件事情啊，然后他在探索这件事情。过渡期可以啦，没有什么不好的。咬几口就吐掉，其实这是很正常的、啊，对，到现在也都还是这样、啊。就是如果他不喜欢的东西，他也会咬几口，然后就吐掉。那你总会吃到一个他喜欢的东西吧？小孩15个月不喜欢的食物一直丢地上，就算我们没有反应也没有用，怎么办？像黄希就是一个蛮精明的小孩。所以黄希其实不到1岁的时候，他就把食物拿到那个桌子边边这样子。但弟弟就完全没有这个部分，弟弟没有这个念头。但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嘛，他这样丢下去，我就再把它捡起来，再放回他的桌子上这样的。但是我觉得有一个点就是，如果当你觉得他已经是在很故意这件事情的时候，可能我算是比较严格一点的妈妈，我会给他3次机会，但我很确定他理解这个规则了。我的概念是，当你开始玩食物的时候，表示你已经吃饱了，然后并且你开始做这一些故意的事情的时候，表示你没有想要继续维持这个和乐的吃饭这个状态了，就是你已经开始有一些调皮的想法，但是这件事情在这个餐桌上面其实是不被允许的事情，所以我会给他3次机会。我跟他说，如果你再丢，我们会捡起来，但是如果你丢到第3次的话，我就会认定你是吃好了，然后呢，我就会带他去洗手，他就必须要离开餐桌。而且因为我们家的规则是，你离开餐桌你是没有东西吃的，你除非到了点心时间，不然中间你是不会有东西吃。我们家的桌上也都不会有食物。就他要再回来的话，我们也不会给他东西吃。就是如果他要再回来，他就反悔的话，我们就再把他放回
椅子上面再吃这样。对，他没有那种就是跑过来，然后我再喂他之类，或者跑过来再拿一个什么再跑走，没有这种事情。他要吃，他就是要坐在他的餐椅上面吃。其实15个月已经很可以理解这个，所以可以试试看。有遇到过挑食，今天食物都不爱吃的情况吗？如果他全部都不要的话，我就会认定他不饿，或是生病了。没睡饱也有可能，但是我觉得就是不要破坏这个规则，就是3餐我们还是会让他坐在上面，在这个之后你就不要担心他会饿，你就不要打破吃3餐的这个规则，就是你不要给他小点心，因为那你这样后面你就是收不回来。对，想请问小孩6个月开始本来吃的蛮好，现在9个月爱玩，吃的速度极快，一下就不吃了，怎么办呢？没关系啊，没关系啊，弟弟也是这样啊。就是他们开始叫的这种做法的话，就是我会确认他餐盘上面都有他要的东西。再来就是如果他还在叫的话，那我就会试试看给他水果，通常就是可以再吃一下。那如果水果他也不吃了，我们就会把它抱下来洗手。如果我小朋友把食物丢地上，你们通常会怎么做？怎么教？放回去叫他吃掉？捡回来叫他吃掉。然后如果他是故意的，3次机会就是表示你吃好了就下来。我儿子也是 BLW， 但他现在1岁半，只吃某些固定喜欢的食物，感觉很挑食。我还是会提供他多样化的食物，但是我尊重他的决定。我们跟他们是吃一样的嘛，所以如果他不喜欢吃什么的话，那你就自己吃掉咯。那如果他特别喜欢吃什么，那你可能那一次就那个少吃一点，或者是以后就是那个东西煮多一点。感觉阿西和弟弟没那么挑食，都会吃蔬菜，怎么让他们多尝试比较好？我儿子现在很排斥新食物，什么意思？多给几样嘛，多逛超市啊，多逛市场啊。这个好像可以哦，那就试试看哦。就是我们自己也需要去尝试新的食物。提供手指食物，小孩看到食物就会丢光光，也有引导吃。饭前2小时都没吃点心，也有户外运动。他不饿啊，不饿吧？不饿，或是很想玩之类的。对啊，那就没关系啊，你就给他多玩一点啊，总要吃饭的吧。小孩玩食物怎么心态调整，忍过去？玩食物很好，赞，觉得他很赞就好了。怎么教他不要把食物丢地上？2岁自己吃得很好了，就要让他知道什么事情是在这个餐桌上可以被允许，什么事情是不能被允许的。那如果你不能遵守这个规则的话，就请你离开。2岁已经很可以了，2岁完全是可以沟通的情况了。就是如果黄熙现在这样子做的话，那我一样就是我会给他几次的机会，但是我会很清楚的跟他说这个是不被接受的。那如果你不能遵守，那你就下去。黄熙即使到现在每个礼拜他都还是被赶下餐桌1-2次啊。教养上面的一个点就是大人一定要说到做到，并且你从第1次就要说到做到。因为如果你第1次你跟他说好，我跟你讲3次，如果你没有遵守的话，你就下去。但是到那时候你并没有做出这个行动的话，他后面他就会觉得你不是认真的。所以绝对要说到做到，绝对要做到。好绝对。治疗师的心声，请不要自己踩自己的脚。我不是这样说的，请不要拿石头踩自己的脚，请不要拿石头砸自己的脚。石头不要踩我。有遇过挑食期吗？他身体不需要，就像是我们吃太多炸鸡，我们就不想吃炸鸡啦，因为我们身体就会告诉你说我不需要这么多油。你有这个烦恼？代表我不是不喜欢吃炸鸡，只是我现在吃够了炸鸡，所以我不需要再吃炸鸡了。请问大一点真的会比较不挑食吗？不会，大一点会比较挑食，越来越挑食。好习惯还是尽量从小养起。你们如何调整全家人的餐点一起吃？因为我老公喜欢吃汤汤水水，但小孩7个月大 BLW， 叫你老公配合一点。大人确实需要调整啦，你就不要每餐都吃那个嘛。你就不要每餐都吃汤汤水水嘛？你为什么要配合你老公呢？还是你老公一定需要你配合？汤汤水水也没什么关系，你就把里面的料捞出来就好啦。因为他们到了一个年纪，他们一定会发现他们自己吃的东西跟大人的不一样嘛。如何放手让孩子尝试？很棒啊 ，BLW 真的很棒啊，就让他尝试就好，他会很开心，你也会很开心，你看他很开心，你也很开心啊。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点就是，特别是早期的时候，大人你都可以吃热饭，因为你不用先喂小孩，而且你会很有一种一家人一起吃饭的感觉。目前也是与你们买同一款椅子，小孩很不爱坐，如何让小孩习惯一同用餐呢？吃饭这件事情其实是很看情境的啦，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感受到多少快乐，跟他感受到多少压力，我觉得会很直接的影响他对吃饭的感受。其实你要把它视为一个大人一样的
存在。我们大人在餐桌上我们会做什么事情，我们就是让他也学习做这件事情，然后就是我们享受怎么样的一顿饭，那我们就是怎么样对他。你回想一下，你最近你觉得你很享受的跟别人吃的一顿饭，它是长什么样子？对我来说，可能我目前想到的可能会是昨天，然后朋友来我们家，就是一起吃饭，然后一起聊天啊什么的，然后小孩跑来跑去啊之类的这样。所以那个情境里面不会有人在看电视，那个情境里面不会有人在滑手机，那个情境里面不会有人拿着食物跑来跑去、走来走去的，然后并且大家会分享最近的事情，大家会聊天，所以我觉得你就是去分析那个情境，那我觉得那个就是我们想要复制的情境，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干扰，尽量让这个氛围可以在每一顿饭当中出现，我觉得它就会变成家里的这个文化。所以我觉得就像小孩他会知道睡觉时间他必须要睡觉，那吃饭时间就是长这个样子，这就是我们家吃饭的方式。像我们家来说，我们家是不会让小孩先吃饭的，我们家避免让他肚子饿的方式是，如果我们有预期那一天那一顿饭会比较晚吃，我们会提前一段时间让他吃一点点水果，或者是吃一点点点心，但是我们在饭还在准备的时候，我们不会因为他肚子饿就让他先吃，因为我们觉得这是我们一起在做的事情，然后并且就是你在吃饭的时候你是不会受到什么压力的，因为就像我们大人我们可以自己选择我们要吃多少，我们可以选择我们喜欢吃的跟我们不喜欢吃的，那小孩他也一样，就你也不用一直关注他嘛，你也不用一直帮他擦，不用一直管他有没有吃这个，对，然后不要念他。两个宝宝一起 BLW 会很累吗？两个宝宝不用一起 BLW， 两个宝宝不管做什么事情都很累。吃饭那个当下来说的话，我觉得 BLW 一定是比较轻松的。确实，两个小孩会比较累的点就是你收拾会比较累。其实像黄熙到现在他2岁之后，他的东西已经不太需要收拾了，因为他又会用餐具，然后他就在自己的餐盘里面吃，他的餐椅基本上不太会脏，有时候手也蛮干净的，然后他的围兜也不太会脏。他现在已经就是变成都是用轻型的围兜，只需要帮他洗碗而已。我们家也是 BLW， 目前儿子快2岁，还是吃得很脏，但看阿西好像还好。快2岁吃得很脏应该还是蛮正常的，因为就吃得很好的嘛，吃得很脏代表吃得很开心啊。吃得不脏就是他要开始会用餐具，并且他很喜欢用餐具，我觉得才有可能吃得不脏。但这有点需要等待一个时机啦。对啊，不用急 ，OK 的，脏就脏吧。1岁以后，西跟你们一起吃外食吗？他1岁以前就都跟我们吃外食啊。BLW 的时候就只有第1个月会刻意比较没有出门吃饭，因为那时候的前期就是他吃的东西比较有限，然后我们需要他好好的练习坐在餐椅上面，那就是家里的餐椅，所以只有第1个月那时候我们会比较刻意减少外食，后面其实我们都没有在刻意减少外食的，但我觉得比较是我们自己很习惯在家里吃饭，但是我们完全没有因为 BLW 的关系而刻意减少吃外食。一边煮食物一边宝宝哭哭要人陪怎么办？如果还很小的话，你可以背起来。我觉得确实就是善用一些不用顾火的厨房家电，我觉得还蛮有帮助的，因为你就是你的备料的时间跟烹饪的时间可以少很多。但是这是一定的，这是很正常的。我们现在还是2个小孩在旁边吵，有点没办法。没办法，在家里吃就是这样。该怎么减低同住的外公外婆恐惧感？我们周遭很少有 BLW 的小孩嘛，在台湾的时候啦。对，我们一直在解释 BLW 是什么。我们其实解释了上百次为什么 BLW 的小孩不会比较容易噎到，所以我觉得其实就是父母需要有这个知识基础，所以你才会知道你自己的判断是对的。对，因为我们没有人想要小孩去冒这个风险，但是为什么我还是做这个决定，就表示我评估风险之后，这件事情的风险没有比较高嘛。对，所以要教育大家啦。对，我觉得真的就是需要解释前期，我觉得留在家里吃饭的好处啦，比较不会面对那么多外界的声音这样。但是我觉得到后来就都会变成，就是他们刚开始就会啊，你这样，那你这样不会噎到，我不会怎样，那你讲一讲，然后后来大概吃了10分钟之后，他们发现小孩都吃得很好。那我觉得我们那时候跟阿公阿嬷各种长辈啦，我觉得我们就是这样子去解释，然后让他们去理解。通常就是他们就会看到小孩其实吃得很好。什么时候可以提供餐具？就他想用的时候再提供他就好了。我们家大概是10个月的时候，我们开始会放在他的餐盘旁边，就像食物一样，所以我们完全是尊重他什么时候要拿，什么时候不拿。主要是拿来玩的啦。其实像黄熙他大概是1岁2、3个月的时候吧，其实他们自然而然，他们看到我们用餐具，他们就会开始想要模仿，所以其实真的不用担心小孩会一直想要用手抓，可能1岁
半之后吧，我觉得他就还蛮稳定的，他会用叉子跟汤匙了，因为他会发现哦，这个方式就是我的手不会脏脏的，然后我会跟爸爸妈妈一样，然后我可以吃到更多，然后他自然而然他就会越来越倾向这个方式，然后像他到现在的话，就是他又有学习快，他就会觉得哦，跟爸爸妈妈一样更酷了这样，然后他自己就会一直朝着这个方向发展。我觉得就跟学做学爬一样，就是他看着你这样子做，他自然而然就会了。其实都很快的，就是这种用餐具一下1个礼拜之内，他就都可以用得很好的。黄西到现在就是吃饭也是左右啊，就他右手拿筷子，左手也是就是用手拿。但我就是觉得无所谓啦，除非他是要拿大家的盘子里的东西，我现在就会教他说不行，因为我觉得这是餐桌礼仪嘛。我就说你要的话，你就用筷子夹。请问在家如果食物掉地上的话，会让孩子吃吗？冲水之类的。如果有沾到毛或者是什么的话，那就冲水吧。水果或小黄瓜之类的需要先蒸过吗？因为小孩会直接咬断。水果或小黄瓜拿去蒸哦，这样有好吃吗？他直接咬断就咬断吧，就没关系。他吃得下去就会吞下去，吃不下去他就会吐出来，所以直接咬断是 OK 的。而且像弟弟的话，其实他是小黄瓜一根，他会把中间那个软的那个心，他会把它啃掉，然后留外面那个皮。不知餐具是否有更新推荐？宝宝1岁半开始会用餐具了。没有我觉得那个打斗还是蛮好的，用来用去。就是学习餐具的话，我觉得那个还是很好用。就是接下来弟弟的话，我还是给他用那一套。女儿目前1岁1个月，6个月开始 BLW 到现在，要怎么衔接餐具才不会把食物从餐具上直接拿走？才1岁1个月而已耶。你就是每一餐都还是把餐具放在旁边，然后因为大人我们就是用餐具嘛，所以他自然看到一个程度，他就会想要跟我们一样，对啊，他就会了。请问你们什么时候才开始怎样教他们用餐具？没有教，你就是放在旁边。我想知道西大概多久可以熟练的使用餐具呢？有特别指导吗？1岁半就是会用叉子跟汤匙，大概2岁左右吗？会用筷子、汤匙跟叉子，他就是用那个学习餐具。那个学习餐具就是这样子，他自然他自己会知道。筷子的话，就是你需要辅助他一下，但是大概教2个礼拜。他之后他找到，他自然就会手对进去，也很快。儿童餐具及合适的用餐环境也是 BLW 的重点嘛。BLW 小孩是不需要餐具的，他只需要一个平台。他需要一个够大的平台。所以呢，如果你要去找餐厅的话，最好是他的那个儿童餐椅有附桌子的。因为像我们在台湾的时候，比较常会去餐厅吃饭嘛。在黄溪 BLW 初期的时候，我甚至会打电话去餐厅，问他的儿童餐椅是哪一种餐椅。对，他就说就木头的那一种，但那种其实是最烂的。木头的那种是最烂的。对，不知道谁发明的。IKEA 的就是算是中等，然后少数的餐厅会比较有概念的，就是他们的餐盘是会比较大的。所以我们家后来就是买了一个便携式的餐椅，它会架在大人的餐椅上面的。所以除非我很确定他的餐椅是适合的，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因为 BLW 的小孩，他大概6个月就会开始了嘛。以平常餐厅的儿童餐椅来说，他们的身形太小了。所以很多时候是做不了的。自备餐椅，我觉得是一个还蛮不错的方式，就可以让你外食的时候有类似的品质，而且你可以不用太在意卫生。第2胎会不会比较随便，比较早吃咸的食物之类的？也不会，就还是会过水。不能吃咸，主要是因为小孩不会喝水嘛。他们代谢盐的能力没有那么好嘛？我觉得不管是不是 BLW， 我觉得咸度都是需要控制的嘛。对啊，大人也是啊。试敏期间有遇到过敏的食材吗？如果只是起红点点，需要停止那个食材吗？就是黄西跟弟弟他们都曾经在大概6、7个月的时候，那时候是吃香蕉，然后他们隔没多久，然后他们有吐。所以那时候我的做法就是我会至少大概隔了2个月吧，完全没有让他们碰香蕉，然后2、3个月之后就是开始给他很少，然后观察没事的话那就再给多一点。肠胃的耐受性它是可以被训练起来的，不用太担心。对，他们现在都非常爱吃香蕉。当然我觉得当然就是有一些人可能海鲜过敏或什么，他会有很明显的过敏反应，那我觉得就是要看医生。对，但我们家没有遇过。会需要避免婴儿容易过敏的食材吗？不用。黄聪宁医师的一个影片吧，大家都传说很多小孩会对蛋过敏啊，会对海鲜过敏啊什么的，但其实那个百分比根本就超低的，所以其实你的小孩会对某个食材过敏，其实是很低的几率。请问如何判断小孩是否需要介入帮忙？我觉得就相信你的直觉吧，尽量放轻松。儿子最近吃酸的或是奇异果、莓果类，碰到脸颊会易肤 flare up。除了乳液照顾好易肤之外，该如何继续尝试？弟弟那时候我们也是有怀疑，就是他吃草莓，他脸会红。应该就是草莓啦。
那其实就是先停一阵子，然后之后再试试看。现在又没有了，请问脱音后也是 BLW 吗？目前询问的脱音都不放心，1岁半前自行吃饭，想请问汤伟回家 BLW 可以吗？其实没有不行啊，但是我们家的小孩确实，我们都是刻意的等到他 BLW 很稳定之后，我们才会考虑送。就是我们送托婴的考量，一个就是他可以独立吃饭，一个就是他可以独立的行走，这就是我们送小孩的考量。就当然我们知道，就要托婴配合 BLW 其实是有点强人所难啦，所以我们就希望，那我们就是自己先让他练习好这样。想问一开始最痛苦的过渡期是大概什么状况？如何知道宝宝合不合适？没有痛苦啊，没有痛苦啊。他们那时候刚开始吃的时候，大概都是一天要拉个6、7次。对，那这个可能是蛮痛苦的吧？要如何克服自己，不要管孩子一开始弄得脏脏的？对我们来说，就是我们选择 BLW 是因为 BLW 很适合我们家，但是我不会说它适合每一个家庭。我觉得就跟教养策略一样，就是没有一个教养策略是适合所有家庭的。对，做了功课，然后你真的觉得还是有一些点你很过不去的话，那可能就是这个方法没有那么适合你。对啊，不用勉强，你就选择适合你们家的就好。其实说真的，他真的没有那么重大啦，我觉得他就是吃饭啦，不用想的那么严肃。父母的学习力也是很强的，所以我觉得他自然而然就是你包含像我们刚刚讲到什么备餐啊，然后外出的准备啊什么之类，其实我觉得他自然而然就会在你的脑中出现，都是习惯而已啊。如果大家有想要我们聊什么样的主题，也可以在底下留言。现在几点？12点了，都有2个多小时，每次话都太多。OK， 再见，拜拜。好累。